嗨，我是布莱兹。最近经常在网络看到周冠南教授与主动投资人产生论战，有感而发。今天我要来分享，究竟主动投资者长期获利的机会真的有这么的容易吗？我在探索市场胜率的资料时发现一篇于2018年金融经济学杂志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商学院贝森宾德教授提出的，内容提到少数股票创造大部分财富，探讨美国股市中报酬分布。这份研究报告的核心发现是，尽管美股整体表现长期优于国库券，但大多数个别股票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股票报酬分布呈现高度正偏态，少数表现亮眼的明星股贡献了绝大部分的报酬，拉高了整体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导致中位数报酬率远低于平均报酬率。这边补充一下，国库券什么东西？属于美国国债的一种形式。国库券简称 T-bills， 是美国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期限通常在1年以内，最常见的是4周、13周、26周和52周，常被视为无风险利率的代表，尤其是在美国市场。这是因为国库券是由美国政府发行，且美国政府的信用风险极低，因此基本上被认为没有违约风险。由于国库券的期限很短，使其受到利率变动的影响较小，适合作为一种无风险的基准利率。在金融分析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无风险利率是衡量投资风险与回报的重要基准。通常使用国库券的收益率来代表无风险利率，几乎确定是最低回报水准。此外，有其他国债，如中期的国库票据和长期的国库债券，同属于美国国债系列，主要用于美国政府筹集资金。上次提到的 BND， 它是一种债券型 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即先锋集团推出的美国总债券市场 ETF， 持有美国整体债券市场的多种债券，包括美国国库券、国库票据公司债券、政府机构债券等。透过 BND 投资者可以分散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中的不同类型债券。回到主题，大多数股票表现不如国库券。从1926年到2016年 ，CRSP 资料库中近26000档普通股中，只有 42.6% 的股票的终身买入持有报酬率超过同期一个月期国库券，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股票表现甚至不如国库券，代表这些股票在投资期间不仅没有跑赢大盘，甚至连保本都做不到。报酬分布的偏态是造成此现象的主因。少数表现极佳的股票大幅拉高了整体市场的平均报酬率，而大多数股票的报酬率则相对平庸，甚至为负数。小市值股票和近年来上市的股票表现不佳的比率更高，这与 Fama French 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1980年后新上市股票数量激增，其中包含许多高风险、高资产增长但盈利能力低的股票，这些股票的长期存活率较低。尽管美国股市整体而言能长期跑赢国库券，但大多数股票却表现不如国库券。这是因为在股市里，大部分股票的表现平平，只有少数股票有非常高的回报，例如苹果、亚马逊或脸书，把整体的平均值拉高了。而正偏爱分布情形就好比有少数的超级明星股票让市场表现看起来很好，随着时间推移，回报会不断叠加起来，让这些少数高回报股票的影响变得更大。由于少数股票的巨大报酬，使得长期投资报酬的偏态性更强，进而拉高整体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值得注意的是，仅仅86档股票就创造了16兆美元的财富，这些占了过去的90年以来美股总财富创造的一半。这凸显了市场报酬高度集中与少数明星股的现象，从而验证了少数股票推动整体市场报酬。贝森宾德教授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美国股市的财富创造高度集中于少数公司。他计算了1926年至2016年间所有在 CRSP 资料库中出现过的25332家公司的净财富创造总额。令人震惊的是，只有 4.3% 的公司创造了所有净财富，而其余 96% 的公司整体上与一个月期国库券的报酬率相当。这意味绝大多数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远不如少数明星公司。在当时2016年，埃克森美孚是创造财富最多的公司，总计1004兆美元，占美股市场中总财富创造的 2.88%。苹果紧随其后，创造了7457亿美元的财富。尽管苹果只在 CRSP 资料库中的时间只有约36年，但远远少于埃克森美孚的90年。光是前5大公司埃克森美孚、苹果、微软、奇异公司和 IBM 占净财富创造的 10.07%。
而前50家公司则占 39.29%， 也就是说，光是美国市场前面50家公司就占据了美国股市的近40%，创造财富增长。由于市场报酬高度集中于少数股票，因此主动型基金经理人必须具备极高的选股能力，才能持续击败市场。这项研究对主动投资策略提出了挑战，因为要精准挑选出这些明星股并不容易。尽管到现在2024年来看，埃克森美孚根本消失于前10大市值排名到第15名了，甚至苹果已经占市值第1名，甚至近几年英伟达的后来居上为市值第2名，这都是无法准确预测的。相对而言，被动型投资策略，例如指数化投资，则更能有效分散风险，并提高投资者捕捉到少数明星股的几率。因此，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长期持有低成本多元化的指数型基金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然而，对于自己过于自信的投资者，相信自己拥有卓越选股能力的投资者，想必只能集中少量资金投资于少数精选的股票，这对于整体财富增长并没有太多帮助。总结贝森宾德教授的研究表示了美国股市报酬分布的偏态性，以及财富创造的公司高度集中。这些发现应该有让大家理解市场运作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自己也经历过主动投资的体验。对于大多数没有资源的散户而言，要面对的是高学历的机构操盘人，也感到击败大盘是多么的极为困难，打不过不如加入。你觉得呢？欢迎帮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